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工地上的人都叫他老普。老普是从朝鲜过来的，他的家乡在咸镜北道靠近图门江的一条山沟里，他在老家欠了地主3袋米，不是他不想，还是那年的大水把田里的稻子全淹了，颗粒无收的主说今年还不了，明年还利滚利3代变5代，老普算了一笔账，他还10年也还不清。于是他趁着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，背着妻子和1岁半的儿子过了图门江。图门江不宽水也不深，最浅的地方只到大腿，但那是冬天江面上漂着碎冰。他脱了鞋，把鞋和包袱举过头顶，一步一步地踩进水里，水凉得像是有人用刀子一刀一刀地割他的小腿。他咬着牙走完了那几十步，上岸的时候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，蹲在岸边石头上搓了半天才有了知觉。妻子抱着孩子跟在后面，水没过他的腰，孩子在他怀里裹着一层棉被，没有沾到水。上岸后，他用一块干布把孩子的脚擦干，重新包好。孩子没有哭，他大概是太冷了，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们在江边的芦苇丛里蹲了一夜，等天亮之后才敢走出来。老普不会说汉语，也不会说俄语，他在中国境内的第一个村庄里用手势比划着问有没有活干一个在。村口劈柴的老人看了他半天，指地上的一堆木头，劈完这些柴管一顿饭，老普劈了一整天，把那堆木头劈成了整整齐齐的柴垛。老人给了他2碗小米粥和一张玉米饼子，又指了指村后的一条路，沿着那条路走能到铁路工地。老普沿着那条路走了6天，他到达中东铁路工地的时候，脚上的布鞋已经磨穿了，底脚掌上磨出了一层血泡，血泡破了又结痂了又磨破的混合物。他用一块破布把脚包了包，走进了工地。工头看了看他的脚，又看了看他的手，那双手上有常年握锄头磨出的茧子。工头说了一句话，老普没有听懂，但从手势判断他被录用了。老普在工地上干了1个月之后，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站在什么地方。一条铁轨从西边来，通向更东边。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铁轨，在他的家乡最好的路是山间的土路，2辆牛车、错车都要小心翼翼。这里的铁轨2根平行的铁条架在枕木上，从脚下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天边，比他在朝鲜见过的任何道路都直都长都硬。他在铁轨旁边蹲了下来，用手摸那根铁条，铁是凉的，但在太阳底下晒久了，表面有一点温热。他把手放在上面放了一会儿，这是他踏上中国土地以来第一次自己主动去触碰一件东西，不是为了干活，只是想摸一下。他在工地上被分配到铺轨队，具体的工作是搬运枕木，把刚从森林里运出来的松木枕木从货车上卸下来，沿着路基码放整齐，每70厘米，一根一根枕木大约40-50斤，他一天要搬几百根。和他一起干活的还有大约30个中国工人和5-6个朝鲜人。朝鲜人里面有一个比老普年轻一些的，姓崔，从庆兴那边过来的。小崔会说几句汉语，是在过江之后学的，他成了老普在工地上唯一的翻译。不过小崔的汉语也仅限于吃饭干活多，少不行4个短语，但4个人在工地上够用了，因为不需要说太多话，只需要知道自己要搬哪一根枕木。老普在工地上学会的第一句汉语是小心，不是有人教他的，是他自己从喊声中学会的。监工每次看到有人动作危险，就会大喊一声小心。老普听到这个词的次数多了，就记住了他的意思，因为他每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都伴随着某种危险正在发生。一根撬棍差点打到人的头，或这一块松动的石头从路基上滚下来。他从上下文中学会了这个词儿，且用得很准。有一次他自己也用汉语喊了一声小心，喊完之后他
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是汉语。他站在路基上愣了一会儿，然后笑了。那是他到中国以来第一次笑。1902年秋天，老普在一次休息日跟着小崔去了附近的一个小镇，说是小镇，其实就是一个沿着铁路线自然形成的集市，有几家卖面条的棚子，一个钉马长的铁匠铺，几个摆地摊卖布匹和杂货的商贩。老普在这个集市上看到了一个中国人蹲在地上卖玉，那些玉不大，都是些小挂件、佛像、平安扣。小寿他不会用汉语问价，但他蹲下来看了很久。卖玉的中国人看了他一眼，从摊子上捡起一块浅绿色的玉佩，上面刻着2个字“平安”，然后递给他，说了一个价格。老普听不懂数字，但那个人用笔画完成了报价。老普摸口袋里几个月攒下来的铜板，数还不够，他摇了摇头，站起来准备走。卖玉的人叫住了他，重新比划了一个更低的价格。老普还是差一点。卖玉的人想了想，把玉佩塞到他手里，收了他身上所有的铜板。那些铜板还不够报价的一半，然后挥手让他走。老普拿着那块玉佩站在摊子前，想说一声谢谢，但不会说。那个人已经低下头开始整理别的玉了。老普把玉佩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，他后来找了一小块红纸，把玉佩包好，放在贴身的口袋里。他每天睡觉之前摸一次。1903年，老普的妻子在铁路边的一个临时工棚里生下了他们的第2个孩子，一个女儿。接生的是一个从山东来的女人，姓什么没有人知道，大家都叫她刘嫂。刘嫂的丈夫在工地上被石头砸断了腿，她来工地照顾丈夫，顺便帮其他工人的老婆接生，不收钱，收1碗小米。老普的女儿出生在11月的夜里，工棚外面下着雪，工棚里面生着炉子。刘嫂把孩子洗干净，用一块干净的布包好放在老普妻子的怀里。老普蹲在旁边看着那个皱巴巴的闭着眼睛的小东西，伸出手指碰了一下他的手指，那只小手攥住了他的食指，攥得很紧。老普在那根手指被攥住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念头，他过的这一辈子大概就是为了这一下。他给女儿取了一个中文名字，不方便写出来，因为他不识字，但他让刘嫂帮他记在了心里，名字叫松花，因为他的第一声啼哭是在松花江边的工棚里发出的。当时窗外正飘着雪，看不到松花江的流向，但能听到江水在冰层下面流动的声音。1904年春天，日俄战争的消息传到了工地上，工地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。俄国监工的脸色变了，说话的语调也变了。中国工人开始私下议论，有人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，有人说俄国人要输了，有人说铁路要停工了。老普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他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东西。那不是恐惧，他在朝鲜经历过恐惧；那不是焦虑，他在过江之前已经焦虑够了。那是一种更模糊的东西，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空气气压变低了，人的皮肤能感觉到。他不知道日本人是谁，也不知道俄国人为什么要和日本人打仗，他只知道一件事：铁轨还在，只要铁轨在，他就有活干，只要有活干，他就能养活老婆孩子。4月底的一个下午，老普正在路基上马放枕木，远处传来了一声闷响，不是雷声，因为天空是晴朗的。紧接着第2声、第3声，老普直起腰来，手扶着枕木，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。西边那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远处山丘的轮廓和一排白桦树的树梢。工地上的俄国监工开始大喊，喊着所有人收拾工具，撤回营地。老普听不懂他在喊什么，但他知道一件事，那不是收工的声音，那是撤退的声音。他放下手中的枕木，沿着路基往回跑。跑了几步，他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他刚才码好的那排枕木，整整齐
齐的每一根之间的距离几乎一样大。每天搬几百根枕木，重复几千次同样的动作，但他从来没有觉得这排枕木是他的。可是那一刻，他觉得是他妈的，他一个人一根一根。他转身继续往回跑，妻子和孩子已经在工棚外面等着他了。妻子抱着松花，手里牵着儿子，看到老普跑回来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把包袱递给了他。包袱是他早就收拾好的。老普每个月挣的铜板，除了买粮食和盐，剩下的都攒在一个布袋里，布袋就在包袱最底层。老普接过包袱，背在肩上，一手抱起儿子，一手拉着妻子，跟着人流沿着路基向东走。他也不知道东边有什么，但他知道西边在打仗。他们走了3天3夜，饿了啃干粮，困了，在路边躺一会儿。路上遇到了越来越多同样在逃难的人，有中国人，有朝鲜人，还有几个俄国人。没有人说话，所有人都在走。第3天傍晚，他们遇到了一个从东边来的中国商人。商人说前面有一座城市叫哈尔滨呐，里有活干，有地方住。老普把儿子换到另一只手上，继续走。他在哈尔滨的城外找到了一处临时难民营，用帆布和木板搭起来的，住了大约几百个从铁路沿线逃过来的人。老普在那里和赵德厚、刘大庄、小林等人成为了一个更大社区的一部分，但他从来不提起自己在铁路线上的那段日子。如果有人问他以前做什么，他只是摇摇头，然后把话题岔开。只有一次，他在赵德厚的铺子里看到了一块用来垫桌脚的旧枕木，那块枕木边缘已经被虫蛀了，木头表面有一道深深的裂纹。老普蹲下来，用手摸了摸那块枕木，放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什么也没说。赵德厚看到了，什么也没问，有些话不需要说出来。但老普那天晚上回到住处后，翻出了那块用红纸包着的玉佩，红纸已经磨烂了，露出浅绿色的玉面，平安2个字还在。他把玉佩放在手心里攥了很久，然后重新包好，放回贴身口袋里。他在哈尔滨城外的那处难民营里住了大约1个月。1个月后，铁路工地恢复了，俄国人回来了，但老普没有回去。他不回去了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他想清楚了一件事：他过了图们江不是为了从一条铁路换到另一条铁路，他过江是为了不再欠别人的债。他在道外区找到了一个住处，在街尾租了一间比赵德厚那间还小的屋子，一张床，一个炉子，一张桌子和一把他自己用废木料定的凳子。窗户朝北，冬天没有阳光，但他不在乎，因为他白天不在屋子里。他先在码头扛了2个月的大包，又去一家俄国人的砖厂干了1个月的烧窑，最后回到赵德厚的家具铺帮忙。不是因为赵德厚招工，是因为他看到赵德厚的铺子门口堆着一批需要修整的木料，他恰好会做一些基本的木工活。他在铁路上搬了2年，枕木学会了识别木材的好坏和干燥程度，这些技能在铁路工地上不值钱，但在木匠铺里比利器有用。赵德厚让他试了试，老普拿起一块木板看了看，端面用手指摸了摸表面，然后拿起刨子推了一刨刨花出来之后，他看了看刨花的形状，点了点头，把木板放下，说这块料太湿，还要再放2个月。赵德厚没有问他在哪里学的这些，他让老普第2天来上工。老普在赵德厚的铺子里干了1个月，赵德厚给了他10块银元的工钱。老普接过钱，数了数，还给了赵德厚2块。他说多了，赵德厚说没多。你干了30天，1天没歇。老普说有些人1天也没歇，但拿不到这么多。他说的是工地上那些从早干到晚只拿到几个铜板的朝鲜人。赵德厚把那2块银元推回去，说那是你的手艺钱，不是你的力气钱。老普没有再推，他接过去了。那天晚上他回去的路上，经过小林杂货铺，买了1块黑列巴和1小瓶酱油，这2样东西花了
他3个铜板，他站在小林店门口想了一会儿，又进去买了3块糖。小林看着他买糖，多看了他一眼，但什么也没有问。老普把那3块糖带回住处，给了妻子1块，给了儿子1块，把第3块掰了一半塞到女儿嘴里。女儿含着糖先是愣住了，然后笑了。那是老普第一次看到女儿笑。妻子捏着那块糖没有吃，他把糖用纸包好收起来了，说等松花再大一点的时候给他吃。老普看着那快被纸包好的糖放在窗台上，月光照在糖纸上泛着微微的光。他坐在门槛上抽了一袋烟，烟是他在码头干活的时候学会的。一个山东工友教他的烟叶子是从中国摊贩那里买的，比朝鲜的烟烈。他的妻子在屋里哄孩子睡觉，他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那棵老榆树的影子在月光下慢慢移动。他在赵德厚的铺子干了3个月之后，刘大庄注意到了他。有一天，刘大庄拿了一块有结疤的木料，问老普这块料怎么处理。老普看了一下，说从结疤的地方锯掉1节，剩下的还能用作椅子腿，没问题。刘大庄锯掉了那1节，剩下的料果然没有任何问题。他看了老普一眼，说了一句：“你在铁路上干了2年，白干了。”老普说：“没有白干，学会了认木头。”刘大庄说：“那你学会了什么？”老普说：“铁轨下面垫的枕木必须是红松，不能是白松，白松容易滥用不了。5年。刘大庄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。他知道老普不是一个力工，他是一个在铁路上用2年时间学会了认木头的人。赵德厚有一次在晚上关门之后跟刘大庄说起老普，刘大庄正在磨一把凿子的刃口，没有抬头，说了一句：“他是个好木匠的手。”但他自己不知道。赵德厚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刘大庄说：“让他接着干，干久了他自己就知道了。”果然又干了2个月之后，有一天老普在做完一把椅子之后，没有像往常一样把它放到成品堆里，而是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然后拆掉了2条椅腿，重新做了一遍。因为那2条椅腿的榫头开得不够，正椅子放在地上的时候，有一条腿短了不到2毫米。老普用自己的眼睛看出来的，没有人告诉他。他蹲下来用水平尺量了一下，发现确实是短了，没有犹豫，直接拆了重做。他拆完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，发现刘大庄正站在门口看着他，手里端着一碗茶。刘大庄没有说什么，喝了一口茶，转身走了。老普低下头继续做新椅腿。他后来再也没有拆过做好的椅子，不是因为不需要返工了，是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在榫头开下去之前，先在心里把整个结构想一遍。刘大庄教他的不是怎么开榫，是开榫之前要想清楚每一刀的位置。1908年冬天，老普的儿子第一次把在私塾学的字带回了家。他蹲在地上，用一根树枝在雪地上写了2个字，一个是天，一个是地，然后抬头看老普。老普蹲下来看着那2个字，看了很久，他没有说话，但他伸出手把地上那个天字旁边歪了一笔的地方用手指抹平了，重新画了一笔。儿子看了他重新画的那一笔，没有说话，又在地上写了一遍。这一次写对了，老普站起来拍了拍手，雪地上那2个字在月光下清清楚楚。老普后来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，普字是一个中国工友教的，他不知道自己的朝鲜名字用汉字怎么写，但他学会了用汉字的普字来代表自己的姓。那3个笔画的顺序他练了很久。有一天他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出普字的时候，正好赵德厚经过，停下来看了一眼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你学会了。”老普说：“是你教的那块废木料上的字。”赵德厚想起来了，有一天老普在清理废料的时候，看到一块木板上写着一个汉字，他问了赵德厚那是什么字。赵德厚说：“那是你的姓普。”老普用木炭在自己的工作台上临摹了那个字，一直到记住为止。
赵德厚说：“你还想学什么字？老仆想了，想说平安。”赵德厚用木炭在地上写了2个字平安，然后蹲下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什么是平，什么是安。老仆听完了没有回答，他低头看那2个字看了很久，然后在地上照着写了一遍，笔顺不对，但2个字的位置和比例是对的。赵德厚看着地上那个歪歪扭扭的平安2个字没有说话，因为他知道呢2个字在那块玉佩上已经刻了很多年，而老仆直到今天才真正知道他们长什么样。1909年开春，老仆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母子。平安刘嫂接生的时候说，这一胎比前面都顺，孩子哭声大得很，邻居隔着2条街都能听到。老仆站在院子里，隔着墙听到那医生啼哭时，他没有立刻冲进去，他站在榆树下面，把手放在树干上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才走进去。他走到床边看了看妻子，他累得满头是汗，但眼睛是亮的。他看了看他，然后把孩子递给他。老仆接过孩子的手在抖，不是冷，是控制不住。他把孩子抱在怀里，低头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，孩子的眼睛闭着嘴，张着，呼吸均匀的像一只刚出生的猫。他抱着孩子蹲在院子里的榆树下面，阳光透过树梢落在孩子脸上，孩子动了一下小嘴，但没有醒。那一年榆树上的玉佩已经被风吹日晒了3年多，绳子换过1次，颜色褪了不少，但平安2个字还在。老仆对赵德厚说，想给孩子取一个中国名字。赵德厚问他有没有想好的字，老仆想了想说路，因为他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是铁路，是那条铁路把他从图门江带到了这里。他想让孩子记住路，不管以后去哪里，路都是可以走的。赵德厚把这个字写在一张纸片上，递给老仆。老仆接过去看了很久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纸片折好，放进了贴身口袋里，和那块玉佩放在一起。几年后，小路开始会跑了，他跟着哥哥在街上跑，从新街这头跑到那头，看剃头铺的老张给客人刮脸，看河南面摊的锅里翻腾的热气，看小林杂货铺门口的椅子空了就坐上去，等着跌下搬他从那把桦木椅子上跳下来，跑到家具铺门口，探头朝里面张望，看到老仆在工作台前弯着腰刨木头，喊了一声爹。老仆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又低下头继续干活，但他刨木头的节奏缓了一下。小路蹲在门口那把桦木椅子旁边，用手在地上画着玩，画着画着画出了一个歪歪扭扭的路字。老仆从铺子里走出来，蹲在他旁边看着地上那个字，没有说话。他伸出手把那个字旁边画偏了的一笔用指头抹平了，重新画了一下，然后站起来摸了摸小路的头，转身走回了铺子里。他走回去的时候，路过赵德厚身边，赵德厚正在给一块木板画线，没有抬头，但说了一句：“他写对了。”老仆说：“赵德厚说：“谁教他的？”老仆说：“可能是看他哥写过。”赵德厚没有再问，继续低头画他的线。老仆站在工作台前，拿起刨子开始推一块新的木料，刨花卷出来，落在地上薄薄的透光。他推了一刀，停下来看了看刨花的形状，又推了第2刀，然后继续。外面的街上，小路在喊：“哥哥，等等我！”声音越来越远，去远了。老仆没有抬头，但他知道那道声音会走很远，比他过的那条江还要远。1910年，老仆的儿子小路已经3岁多了，开始满街跑。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小林杂货铺，不是因为他喜欢酱油，是因为小林每次看到他都会从柜台上拿一块糖给他。小林说：“小孩子不吃糖长不大。”老仆知到这事后，跟小林说不要给他糖会坏呀。小林说不给糖他就不走了。他坐在门口那把椅子上不走。老仆想了想，觉得小林说的有道理，因为小路确实继承了老仆的倔脾气，坐在椅子上不动的时候，谁也搬不动他。
1912年，老普的儿子大儿子10岁了，在郑先生的私塾读了3年，已经认得大约200个字。有一天，他放学回来，手里拿着一张纸上抄着一首短诗，是郑先生教的。他站在院子里大声念给全家人听，念到一半，忘了下一句。老普蹲在门槛上等他，想起来，他想了半天没有想起来。老普说了一句：“明天去问先生在。”回来念，儿子点了点头。第二天他果然回来，把整首诗完整的念了一遍。老普坐在门槛上听完了，听完之后他没有说话，只点了点头。妻子问他听懂了没有，他说没有，但他觉得好听。后来老普学会了自己写路字，他写在一小块桦树皮上，放在工具箱的最里面。那块树皮被他摸过很多次，边角已经磨圆了，但那个路字还在，路字的一撇一捺一横一竖都在原有的位置上，没有移动过。赵德厚有一次帮他清理工具箱，看到了那块树皮上面的字，他看了一眼没有说话，又把树皮放了回去。1913年春天，新街上有了第一个正式的路牌，俄国人在街口钉了一块铁皮，上面用俄文写着亚历山大罗夫斯卡亚街，但街上的中国人还是叫它新街。铁皮牌子在风中摇摇晃晃，牌子钉上去的第二天就被人用石子砸了一个凹坑，不是故意的，有人路过的时候随手捡了一块石子扔过去，扔完了继续走路，也没有回头看那个凹坑。赵德厚有一次路过的时候抬头看了那块牌子，一眼俄文字母他不全认识，但他认识那个街名的意思，不是从字面上认识的，他是从这条街的每一样东西上认识的。那条街上住着谁家的门朝哪边，开谁家养的狗，喜欢在哪个墙角晒太阳，他知道这些就够了。牌子上的名字并不重要。老普在那条街上住了10年，他认识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也都认识他。有时候他走过剃头铺门口，老张会喊他一声老普吃了吗？他点点头说吃了一声就够了，不需要停下来，不需要说更多，他们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息传到哈尔滨时，老普正在赵德厚的铺子里打磨一块榆木面板。他听不懂战争是什么意思，但他从俄国人脸上看到了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表情，一种比愤怒更安静、比悲伤更硬的东西。那天晚上，他回到院子里，在榆树下面站了一会儿，那块玉佩环挂在树枝上，绳子又换了一次，玉的颜色比刚得到的时候深了一些，但平安2个字还在月光下仍然能看清楚。他伸手摸了摸那块玉，摸到了平安2个字，用指腹顺着笔画的走向走了一遍，然后他收回手，走回屋里。妻子和孩子们已经睡了，他坐在床沿上，把那双被木料磨了一辈子的手放在膝盖上坐了一会儿，然后躺下了。窗外有风，榆树的叶子在响。1906年，老普的妻子在道外区的一个小院子里生下了一个孩子，是死产孩子，生下来就没有呼吸了，接生的还是刘嫂，她试了一切办法，拍后背、嘴对嘴吸气都没有用。老朴蹲在院子里的那棵榆树下面，把他用废木料钉的那张凳子搬到树下，坐了一整天，没有吃饭，没有喝水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赵德厚来了，他端着一碗粥和一小碟咸菜放在老普旁边的地上，没有说什么，转身走了。老普在天完全黑透之后才端起那碗粥，他喝了一口，冷的米粒已经沉底了，但他还是喝完了。他站起来走回屋里，妻子躺在床上，脸朝着墙，他坐在床沿上，把手放在妻子的肩膀上，他没有动，他也没有动，就这样坐了一会，而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，把那块刻着平安的玉佩从口袋里掏了出来。月光下，平安2个字模糊了，不是字模没了，是眼眶模糊了。他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，然后把玉佩挂在院中那棵榆树的树枝上，风一吹，玉佩转了
半个圈，然后停住了。平安2个字还在。那年冬天，老普的妻子又怀孕了。这一次，她怀得很小心，走路轻手轻脚，搬东西只用一只手。刘嫂每隔几天来看一次，她摸了摸她的肚子，说着：“一胎稳了。”老普每天早上出门之前，把手放在她肚子上放一会儿，然后才走。冬天过去，春天来的时候，松花开始会走路了。他扶着墙，一步一步的挪，从门口走到桌边，大约要走很久，但他走得很认真，小脸上全是专注的表情。他走到桌子旁边，扶住桌腿，抬头看了一眼老普。老普蹲下来，伸出手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松开桌腿，朝他走了2步，扑进了他怀里。老普抱住他的时候，发现他比去年重了一些，不是重了很多，但重了。他把女儿举起来，举过头顶。松花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咯咯地笑出了声。妻子坐在门槛上看着他们笑。院子里那棵榆树上挂着的玉佩在风里轻轻转了半圈。1907年秋天，老普的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，不是正式学校，是在到外区的一个中国人开的私塾教书的先生，是一个从关内来的老秀才，姓郑，60多岁，胡子已经全白了。他在街上贴了一张纸，上面写着收学生学识字，每个月收5个铜板。老普把儿子送到了郑先生的私塾，他站在私塾门口看了一会儿，看到儿子坐在一张条凳上面，前放着一块小木板，先生在上面写了一个人字。儿子歪着头看着那个字，然后拿起毛笔，用完全错误的握笔姿势描了一笔。老普不会认字，他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能不能学会认字，但他知道他的儿子会了。他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走回了铺子。那天下午，他在赵德厚的铺子里坐一把椅子，坐着坐着突然停了下来。他放下手里的报子，走到门口，看了看街上的人来人往，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回到工作台前，继续坐那把椅子。没有人注意到他停过，但老普自己知道，那一刻他停了一下，是因为他想到了一个词，那个词是他在私塾门口看到的那个字，人字。原来人在纸上写出来是那个样子的，他把那个字的形状记在了心里，以后每次刨木头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字的样子，一撇一捺，和他手里的木头一样，往2个方向伸展，但中间交汇在一个点上。有些话不需要说出来，老普知道，赵德厚也知道，只要人活着，枕木就会一直在铁轨下面，春天会来，雪会化，火车还会继续开。